其实我觉得让我们的射手失去理智的就是爱情了，但是让我们的射手能够恢复理智呢，就不一定是爱情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平时我们的射手啊，看起来是那种最不容易谈恋爱的一种人哦。射手其实比谁都清楚，单身可比恋爱爽多了，就是想怎么玩都可以怎么玩。但实际上呢，我们的射手啊，又往往是那个最容易开始谈恋爱的人，因为他们想要去爱的时候，就从来都不需要理由。一旦让我们的射手觉得，爱上你不是一种束缚，反而会让自己很开心，那他真的就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处于一个比较上头的状态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射手这里啊，对这份感情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满意，甚至会生闷气。那忍多了就容易爆发嘛，但是每一次爆发之后，仍然又会觉得后悔。所以其实我们的射手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会改啊，后面就觉得真的挺累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也会觉得，我们的射手有的时候不是他能够把握的好的，很多时候射手可能也是对他会有一点要求，让他觉得不太舒服。所以其实两个人很多时候的这种关系是不太对等的，沟通也没有办法去对等，因为本身我们这边的这个权杖2呢，它就是代表这种冲突和阻碍，而且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外界多人的一个因素的影响。但是这张牌也不一定代表着你们就一定会经历这个多角关系啊，只是说在这个感情里面会有竞争者，那具体情况还是各不相同，造成的影响呢却都是比较大同小异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射手在这段感情里面的一个状态啊，首先这个宝剑骑士就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哦，很勇猛。因为我能看到我们的射手是为了这段感情很愿意去冲的，只要他说一句爱你，我们的射手就真的不在乎其他所有人的眼光哦，也不在乎你们家庭或者方方面面的反对，就会愿意为了他勇往直前。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的射手也会头破血流，但是好像每次就是一靠近这个人啊，就会被他推开，想要靠近他就被推开，反反复复弄的就是我们射手自己都没有脾气了，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吧。其实射手眼中啊，从我们这张星币女皇来看哦，会觉得他是很温暖的，很有大格局的人，甚至也很有前途。但是这样一个人，其实在感情当中，可能他会刚开始很热情，甚至会有一点忽冷忽热的状态。所以其实我们的射手座面对他的时候，也会非常的不自信。其实射手知道他会有很多的秘密哦，但是你们也不太愿意或者不敢去揭穿，就会佯装大度无所谓，心里其实计较的要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对方这边的情况啊。首先，我觉得他对我们的射手还是比较专一的，甚至会觉得我们的射手是一个很爱恨分明的人。所以呢，当这张圣杯3出现的时候啊，它也是代表了就是整个你们感情的基础。他很喜欢我们射手的这段痴情，也喜欢我们射手对感情的专一的态度，但是他也没办法给到我们专属于是这个射手的爱。可能他对我们的射手要求非常非常多，甚至有一种就是只准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的这种霸道啊。而且这张权杖手牌在这边出现，也是代表他对我们的射手有一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。就是我觉得在这段感情当中，射手有点像一个工具人呢。那他需要射手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招手啊，让我们的射手过去。那如果他不需要射手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回避的态度。其实我觉得射手是很努力的，竭尽全力的想要给他自己可以给的一切，或者说想要付出。但是这个人他掌控欲很强，也比较自我，不太能够给到我们射手这样的机会，也就导致我们射手对这个人满满的爱无处释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射手之后的一个整体情况啊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射手呢不是一个很花心的人，因为这边一个逆位的星币骑士啊，代表射手真的，如果这个人需要，射手就愿意去冲向他。那么现在不能去冲，就是因为我们射手有顾及到彼此，或者说顾及到现实，导致我们射手自己都会觉得压力特别大。所以这张星币骑士的逆位啊，包括我们后面的这个力量牌，都是会表示我们的射手在面对这段感情的时候，不再像之前那样飞蛾扑火了，更多的就是学会了恢复理性，然后也在控制和压抑自己内心的情绪。甚至我们射手现在这种很专一的这种状态啊，都是想要刻意的给自己去蒙一层纱不要让别人看透看清，是希望让别人觉得射手好像没那么专一啊，好像就是给别人造成一些误会吧。因为我们射手这个星座的人啊，真的就是明明不花心，但是会
假装在这个感情里面花心，其实射手在感情里面慢慢的会有一种听之任之、听天由命的这种感觉吧，就是谈不上对感情有多执着，只能说是心有不甘。你说祝福这个人，估计是不太可能的，因为我们这个逆位的圣杯王牌，更多的是代表我们射手其实在这感情里面已经没有，就是完全没有主动权了。现在就做什么说什么，好像都没有用。其实射手当然也会很受挫，那与其这样，不如就早点离开。所以射手就是在劝自己要放下嘛，劝自己执念不要那么深。可是现在确实这种对对方的感情还是特别浓烈的。我们射手也明白自己是要做真正的选择，可能就是去选择一个真正对的人呢，然后好好的进行这种专属的亲密关系，让自己所有的爱都可以给到一个对的人，可以去进行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。因为这种单向的奔赴猜来猜去，真的是让我们射手太累了。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对方这边的情况啊。首先他这边是一个逆位的权杖9，那面对射手的时候啊，我觉得他会觉得射手很让他心疼，他是会心疼射手的，但是呢他对这份感情就没有什么自信，因为他也很怕就是好不容易脱离了过去的情感伤痛，又到了一个新的情感陷阱里面啊，所以他迟迟不肯给我们射手一个确定的答案，他也只会去偷偷的看射手。但是呢我觉得他只要给射手一点点的关注，射手就会很心动，而不是说就是他多看一眼让他更舍不得。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讲，他已经有点看够了，真的是要离开了。但是他的这种关注或者说最后的一些表达，对我们射手来讲仍然还是很重要的。他射手也会解读为眷恋自己的一种眼神啊，还是比如说想念自己的温暖啊，想要跟我在一起啊。那么对方这边还有一个恶魔牌的出现，发现就他其实对于我们的射手是有欲望的，更多的是身体上面的这种欲望哦。那这个牌出现是代表，其实他真的是有压抑住自己内心的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，包括抵制住一些诱惑，所以他会有一些就是选择三人行的这个状态。当然这份感情里面他会选择适当的有一些隐瞒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感情就像他的一个左膀右臂、左手右手一样，其实丢了对，就是他也会很伤心很难过，所以其实他可能会觉得一直这样的选择他也很累，导致他自己会身处在一个自责的状态里，所以他不太能够去面对我们的射手。但是最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宝剑七，他又偏偏好像对我们的射手有很强的执念，包括我们的射手对于他来讲也是有吸引力的，他会把自己很多的想法都隐藏起来，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像这个牌面一样，是需要去多一点想法，多一点技巧的。那因为这个人他什么都不肯说，可能一碰到这个问题就会选择逃避，什么都不讲。尽管这个人对于我们的射手啊是有这种满肚子的深情，也会有很深的这种执念，但是他更多的都是选择不去讲嘛，或者说选择他自己的自我消化。那么我觉得对于射手也好，对于他自己也好，就是只是能够怀念过去的好。这份感情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，我觉得都是源自于对方对自己一个很好的控制啊。那么最后几句牌这边我看到你会发现两个人有很多的这种交集，因为这个宝剑侍从就是代表仍然会有继续的这种三人行、多人行的状态，双方都仍然会牵扯到其中，所以其实缘分没有办法断掉，但是唯一的阻碍呢，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恢复这种单身的状态啊，或者结束这种多人行的，成为这种单属于彼此的关系，仍然会有一些暗搓搓的这种暧昧对象在两个人身边围绕，所以这段感情还是去持续性的需要受到一些煎熬和考验的。